好，包括今天要来特别还要关心到，就是争议长达1年的长江和记实业，我们上次讨论了非常多，现在确定了出售的巴拿马运河案出现了重大的新进展。赶快来看到这个进展呢，是来自于这个巴拿马最高法院在1月29号正式的判下了这个判决哦。他说，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呢，持有的运河两端的港口合约是违宪的，而且契约是被判无效的。赶快来看到，这是来自于巴拿马的海事管理局正式的宣布。他说，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将借由接下来由这个丹麦的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来做接手。那针对于现在这个判决，我们来看到国务卿卢比欧怎么说？他说，美方现在对于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这一项决议是感到非常的鼓舞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来特别请教马老师怎么看这一背后有没有可能有川普的在幕后操刀，是不是存在什么以台面下的一些大交易？好，这个川普在去年12月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他的势力范围，他特别重视这个西半球，那主要就在拉丁美洲。那你也可以看到他对委内瑞拉的出手这些事情哦，还有包含对这个墨西哥的施压哦，还有包含对一些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相关作为，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历历在目，所以对于巴拿马来讲，因为川普上台以后曾经说，在1月的时候说要用武力的方式来夺回巴拿马运河。事实上，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从这个运河的开发到营运，有很长的时间，这个运河的确是在美国的手上的。那现在，因为美国的航运，它如果要到东亚，这是唯一大西洋跟太平洋连接最短的一条通道。那这条通道，美国自己的货轮大概40%都要通过这个地方。可是这个经营权却落在香港的公司手上。那过去其实美国对香港应该没有太大意见，因为港英时期之后，它其实1997年虽然是已经回归中国，但是在那个时候它基本上香港还是大家愿意信赖的一个对象。但是现在掌握在香港手上，等于掌握在中国手上。那它的关键是，这所有的战略物资或军用的物资，或者是这个货轮里面载什么，其实这个管理者他会知道，所以这个资讯的控制上面，其实就造成美国很大的困扰。那后面有什么交易？就是首先就是美国不希望域外大国把手伸进他的势力范围内，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但除此之外，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给了丹麦的马士奇公司。丹麦就是不久前这个格陵兰的这个行政管理权的拥有者哦，所以我觉得川普的交易性格里面，我看得出来好像有一点蛛丝马迹，就是说，这个延约这件事情违宪，什么时候不好去审理？偏偏在川普的任内，而且是在他宣布他非常在乎巴拿马之后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情，美国在背后一定有施压。那第二件事情是，这个经营权给的国家跟对象是一个美国想要跟他谈判他领土土地的这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浓厚的交易的味道。以至于我会相信，这后面应该美国是有特别是川普有他一盘棋的这个盘算。好，是不是要交换的是格陵兰呢？好，我们持续的来看。那回顾一下这个 PPC， 也就是巴拿马港口公司，他们其实从1997年开始呢，就已经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那合约当时我们回顾一下这起事件，其实是在2021年延期25年的。那这一次判决就说了，延期25年是缺乏合法程序的，因此判他违宪。PPC 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讨论过了这个议题，他将他的港口业务出售给了包括了贝莱德跟地中海航运为首的财团，当时有估一下它的估值可以高达200亿美元，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官方不希望港口经营权转交给美商，所以受到阻碍。那我们也来看到说，怎么样可以判他违宪？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上面的依据？像对于李嘉诚这一位长江和记实业的创办人来说，到底是牺牲，还是有一种感觉它是一个解套？委员怎么看？当然是赔钱牺牲了。但是注意到长和实业就是 PPC 的母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的母公司。那长和实业是不是李嘉诚的？不是。长和实业李嘉诚只有30%股权，另外30%股权是中国大陆的资金，还有30%股权是香港本地的资金，欧美资金只有1成。长和实业是这样，所以这里面现在赔掉这一笔钱，
被没收了，它其实就是被没收，被没收了，赔到这一笔钱，少说有将近30亿到50亿美金，也就是说赔掉的钱，李嘉诚只赔1/3，另外中国大陆赔1/3，香港本地赔1/3，欧美只赔1成。谈到这我就一肚气，一肚气啊！怎么说一肚气呢？今天被判违宪的理由是什么？有外国政府势力介入，这是违宪的理由。刚才为什么由这个丹麦马士基来经营呢？因为他不会受到丹麦政府的介入，他签了协议，就是我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的介入，包括丹麦。这种任何一个国家把港口经营权让别人经营，其条件就是不希望外国政府介入，纯粹商业运作。我来解释给大家听不要把巴拿马运河跟巴拿马港口混在一起，这两码子事。你美国要收巴拿马运河跟巴拿马港口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巴拿马运河东西两端有很多港口，但比较重要的国际港口只有4个，东边2个，西边2个。结果这个李嘉诚的这个长和实业左右两边各一个，各经营一个，然后另外呢，在东边有一个是谁经营？台湾的长荣集团，在西边有一个是美国的 SSA Marine 公司在经营。换句话说，在这里面经营里面，为什么美国人不会去怀疑长荣公司有外国政府介入势力？因为他长荣公司做得很好，连蔡英文去巴拿马访问的时候，他的副总经理都不敢出来陪，就是这个道理。但今天这个李嘉诚想要把这个运河，包括其他40几个港口，跟运河毫无关系，那就是一个集装箱的转运港口而已，要把它打包裹，整个怎么样？整个要卖给贝莱德、跟地中海航运、跟新加坡海外投资公司。这个时候突然间来一个香港大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媒，他说指控李嘉诚卖掉这个港口是民族罪人，是破坏"一带一路"，是怎么让中国的战略失误？红卫兵的帽子很会扣啊！你就摆明了是什么？而且你是党媒的身份，你就给人家一个理由，你是外国政府企图干涉涉入，在很多大陆的一些网红不得不骂他们一顿，这是无知害国。你要知道这个港口本身如果你纯粹商业经营，他说因为我中国壮大了，因为我"一带一路"所以才拿得到，狗屁乱讲！为什么？因为他是1997年1月份签约的，跟你中国大陆什么关系啊？中国大陆是1997年7月才接手香港跟你毫无关系，纯粹一个商业运作然后我当时把这个大公报臭骂一顿，有人说你是李嘉诚的什么谁谁谁，把报一报骂一顿，对，骂到了很多节目叫我评论就不敢叫我讲这个事儿。所以你们这些无知的盲流大陆里面这无知的小粉红害死中国。现在以后中国人要去接手任何港口，那第一个你中国政府会不会介入？你不是找麻烦吗？你还搞什么"一带一路"除非那个政府跟你关系很好，如果那个政府不靠你吃不靠你喝，他随时来打你脸，没收就没收。人家已经投了50亿美金下去，上一个晚上没收。那你国家跟你讲说采取必要措施，不是我吐槽你，你最好什么措施都没有，你最好有。如果你连措施没有的话，你中国政府的威望在哪里？对，就整个被扫到颜面被扫到地上去了嘛。那为什么大公报会这么嚣张？是不是北京有人想要借这个机会修理李嘉诚？可是你修理到2件事，你这样无所谓，赔这点钱都要小事啊。中国大陆的资金都是散户，香港资金也是散户，欧美资金还是机构法人。然后更惨的在哪里？剩下的你还敢去管其他的交易吗？当时还拿出国家安全法令，还拿出了什么香港合并法，我一看你们根本在鬼扯。然后我痛批他，很多人讲你破防了，你猜破防。我说无知卖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到了今天还有红卫兵，就是大公报。你北京如果不处理大公报，你无法跟天下交代。因为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的宝上海不可能，深圳不可能，北京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外汇管制嘛。
所以香港可以有机会使中国变成金融强国。你们今天是自己拿刀子在砍自己，所以大公报非常可恶。好，那我们看到在大公报发了这个消息之后，中国大陆还有这一起案子的判决出来之后，中国大陆立刻也是做出了反制。那现在是2项的反制，到底有没有办法翻盘？等一下请小舰长来带我们看。第一个反制是说呢，长江和记实业起诉巴拿马政府申请国际仲裁跟赔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制措施则是这个中原海运通知了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他们接下来会取消12艘的货轮到港计划，损失金额每日造成巴拿马大概是80万美元的通行费，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到美军是怎么看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其实美军他要求他要能够掌握全世界第14个重要的孔道。那这14个重要孔道呢，其实在美洲就这个巴拿马运河。那这个巴拿马运河它的真正的效果是什么？也就是它在东部的这些军舰是不是能够适时的到达西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的话，如果从巴尔的摩出发，然后到达珍珠港的话，它其实需要22天。可是如果说它从圣地亚哥出发的话，只要6天就到达。所以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巴拿马运河，它要往南绕的话，那更可怕，这个时间更可怕。所以我们讲到说巴拿马运河这么样的重要，而且在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它特别提到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那个建立或者是那个扩大通道，这里也就是巴拿马的重要性，它也提供在这里。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川普他的心中最重要的还是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巴拿马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港口。那而且呢，就是说大家要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或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其实都需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大家排队等那我们讲到说，2024年的话，运河的这个总利润近50亿美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至于说中国大陆有没有替代方案？其实早就出现替代方案了。第一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有关于前开港的部分。前开港其实它面对的，大家认为它面对的是美洲，不是，它面对的是亚洲。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它在10到12天之内，它可以到亚洲的任何一个港口。那这一个也就是它受到了其他的遏制，也就是说，如果巴西要将未来它的大豆的谷物送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必须要通过有关于南北铁路，然后再转运到东西铁路。可是现在这个红色的部分，也就是两洋的铁路，那能不能开成是一个问题。之前我们郑源老师已经说过了，这个以地缘的战略来讲的话，完全没有这个机会，美国不会让你做成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慢慢的，在这个拉丁美洲西岸的国家就会越来越重要。那至于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大家这样下手呢？其实我们来看"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其实整个拉丁美洲除了少数国家，我们这边有看到编号的，通通都是。那通通都是，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在看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固守西半球，而且他要让中国以及俄罗斯他的所有的基础建设通通赶出去，巴拿马就是个开始。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